太极拳的整劲到底有没有一个力学的结构，就说有没有肌肉的使用跟一般到底有差在哪里？可是我研究的结果是其实是有的。为什么太极拳讲不用力？一般我们用力指的是肌肉的收缩。我们日常生活对这用力很有感觉，所以你会知道太极拳觉得它是假的，对不对？因为我们用力是把肌肉缩起来，我们觉得这样比较强，对吧？那你要举哑铃，你会练把这个肌肉收缩起来，帮它变短，基数变短，产生力量嘛。那这样的力量我们很熟悉，所以我们会觉得太极拳讲不用力很奇怪，对不对？太极拳其实是用另外一种拉长基数的方式去产生力量，这个是我们一般很少去使用的一种方式。那其实人本来就会，可是你很少去用。假设现在我是个冰箱，那你要推，你会怎么推？你会把背拱起来，把背整个基数拉长，对吧？你会把头往前伸，把腰往前伸嘛，然后脚往前顶上来。你看你的动作，含胸，对不对？对，含胸拔背，然后塌腰，塌腰就是背往后顶。那其实这时候你会产生一个很强的支撑力，对不对？这时候你撑住就好，然后我推你，好不好？你会觉得很重吗？不会嘛，对不对？这个结构下其实我已经用很大力量，可是它没有用很大的推力往前推嘛，你就保持那姿势就好嘛，对不对？那这个是什么？这个就是人的一个原生的一个支撑的结构。那所以太极拳用的肌肉群跟使用方式都跟我一般不一样。为什么叫贴背肌？你的这时候这里叫斜方肌，然后这个叫背阔肌，然后在脊椎腰的这部分旁边有两个叫竖脊肌，就是它是把脊椎竖起来的肌肉，然后它接到腰腿嘛，我们放松下来嘛，把背张开嘛，然后这时候我们会感觉到背部支撑很好，对吧？很自然的，而且这个支撑我们会产生一种综合的效果，就是我们会把这边的手掌、手臂，然后到腰、到肩、到腰跟腰腿产生一个串起来的一个结构，连结的一个结构。那这时候这个其实结构很省力，对吧？你就是反正我就 hold 住就好，我也不用特别去推它。那这时候你去感觉这个结构下，其实太极拳的要求都在里面。这时候呢，我们肌肉是不紧张的，我们只要把它摊开就好嘛，背张开嘛，我们越张开，这个撑力就越好，对吧？而且这个力量很大。那如果我们用力会怎么样？我讲用力是收缩肌肉嘛，我刚刚举的例子收缩肌肉，你在这个结构下去收缩肌肉，你会发现力量就不见。比如说你集中到这边来，哦，你就歪斜了，对不对？对。为什么？因为当你收缩，左边的肌肉会翘起来，就是中间腰腿的部分会断开，那这个支撑结构就垮掉了。那这个东西在武术里面叫架子。弓架，我们每天都讲盘架子、盘架子，可是你不知道什么是架子。架子是什么？书架就是把书立起来的叫架子，它是一个支撑结构。支撑结构本身它就是因为透过重量的分配，所以它本身支撑结构不用用力的，因为支撑结构本身它是一个比较像静态的结构哦，可是它支撑力很好。透过这种方式，我们可以在肩膀上扛一个很重的东西嘛，像你的身材假设80公斤，你要扛一个20-30公斤，甚至训练过要扛80公斤都有可能。这个本身的结构就很强。那像我们举重选手，其实他们用的就是这背部的跟腰腿的肌肉的串联。奥运金牌嘛，郭婞淳，他这样挺举啊，他大概60公斤级的，所以他是不到60公斤的体重，他这样一挺举，他可以这样撑上去，瞬间可以举起140几公斤，那个很恐怖。他的手臂其实并相对的没有很粗。可是它是用肩背跟腰腿的力量撑上去，瞬间把这支撑结构瞬间撑长一点点，会产生一个很高强度的一个力量。那这个就是我们讲的发劲，那是透过这个基数的延伸去产生力量。那这种结构它有一些很奇怪的特性，所以从太极拳那些要求，你会发现这些要求都在里面，是为了产生这个结构力而做出来的一个归纳出来的一些要求啦。我们刚讲不用力嘛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刚讲含胸嘛，那含胸很自然的，我们就会把胸往后含。那这时候如果你挺胸再推会怎样？你挺一下推过来，你会发现力量会从那个胸口断开了。嘿，那可是我们要产生很大力量，我们很直觉的会把腰往后顶，对不对？啊，这个结构其实这个就是一般讲那种斜张桥，那种
拱形的，就是弧形的结构。那这样子会串联这一连串我刚刚描述过这些肌肉，那这些肌肉本身支撑力就很好，对不对？你不用练就可以产生很强的支撑力。那我们太极拳只是把这个结构加以变化。那这个原生结构有一些问题，也就是说你要拿来打架是有问题的，因为你会发现你往前推有力量，对吧？可是我转向之后，你就跟不到了，对不对？这个在战斗当中会有很大问题。比如说你用那个结构撑住嘛，撑住，那我手过来，你就没有反应，因为你花很多精力在保持这个结构嘛，你没有办法去跟随我的动作。你想跟随，中间会绕高体，会慢掉。那假设你松掉，去想办法让我力量垮掉，那你松看，你会发现会垮掉。那太极拳就是针对这2点去做改造这个动作，那他得到的答案就是捧劲。像他刚才做的动作是，他只有2个刻度，就是撑满跟空掉这样2个刻度啊，所以他做不到化力。那 OK， 你推过来我在过程当中，其实我的手的强度是保持住，对吧？对。我们把背部打开，然后增加左右的张力，我们就可以在他推过来的过程当中保持这个结构，然后同时消化它的力量，这个就叫化。它力量一定有一个尽头嘛，到这里已经尽头了，你再过来就是变成你要上步了嘛。这个方式去转开它的力量，那你力量到一个尽头，接下来我就可以打了，因为我维持这个结构很轻松嘛，你一只手就可以控制住我整个人的身体啊。那你这时候手就伸进来啊。人的这个背部支撑，我们去增加它的弹性。我们弹性做出来之后，这个支撑结构呢，就可以变成像球一样去缓冲对方的力量。再来，你一缓冲，它力量变小了，你接下来你就有能力去转向它。对方对着你来，本来是对着你来打人，一定就对着你来嘛。那你一转向就没关系了，因为他不对着你，他拿着刀对着别的地方，你就打他脸就好了。这个就是太极拳要做的事情。那这个在一般人是很难去操作这个部分的。你可以做一个直立的撑，你可以感觉到这个结构的强度嘛。可是你没有透过捧劲的训练，还有透过这些肌肉的强化，其实我们去强化的是这个背肌。你可以看到我的背肌很强壮，可是它是很紧密的在旋转，那中间的联系度是，我那个支撑结构是让它保持住的。对，那这个就是太极拳它的真的力学的一个原理。那它就是把这个支撑的结构做改造，做让它适合战斗。有人会说，你那个好像我做不出来，为什么？因为你的肌肉有我这样强壮，我可以一只手就撑住对方的重量，对吧？强度不够，然后练习呢，我们可以活化这个肩胛的一些附近的一些肌肉，然后维持它的强度，这个是一般人做不到的，因为我花了很多时间在练这个，所以我的肩胛比你强壮。对，然后我可以控制一个很密集的一个力量，比如说你手过来，我们可以控制一个很密集的力量，我可以把我的肩膀跟肩背的很有效率的传到我的手上，对不对？那其实它就是回归原来的刚刚讲的结构，保持这结构就好。那现在是我给你力量，你试着能不能撑住哈？那你看我推子这里有没有？它可以撑住，为什么？我其实用很大力量推可是因为这个结构的强度，它自己可以接到脚上，它是透过背部的肌肉去分化那力量，然后你接到脚上，这时候你脚一顶，有没有？这个就是发劲。它跟一般的武术，一般我们讲用力的出拳的差距在哪里？它不需要空间去蓄力，它在接触当我腰往后顶，我腰往后顶就可以产生一个相当强度的一个力量。那这是一般人最难理解的，因为一般人不会这样的操作，你会觉得这是假的，因为你这样推就没力量嘛。对方80公斤怎么可能这样就会出去？应该是像水管已经注满了，对，再放一点它就喷出来。对，那可是你能不能做到？其实是可以。你去推一个重物，就像刚刚讲冰箱的例子，你怎么做？你会把腰往后顶，对不对？然后把脚踩得更扎实，脚本来是曲的，后来就伸直，然后去顶那个，你会增加这个结构的强度，然后把那个冰箱移动。对，这个是一样的原理，只是我们操作的更灵活。这就是太极拳的一个力学的玩法。这个刚刚讲的是讲解嘛，那我们来试试看
比较轻巧的接触会是什么状况？对，这样子嘛。我就说，为什么他要退？因为我这个结构强度是够强的。他如果不退，好，你不要退试试看，撑住。不行，不行，对不对？对，我这个结构可以支撑住，甚至是我体重的重量，甚至比我体重更重的重量。我把这个结构压在你身上，为什么人家压的手会抬不起来？像这个姿势就更明显了。对，嘿，好，你抬起来，抬不起来，对不对？为什么？因为这个结构，我把这个背部的肌肉很有效率的透过这个结构去压在你的点上面。说是压，其实是用这个结构去接啦。那一般人如果不会控制这个肌肉，他把它松开了，我把它松开，哇！我单纯用这里的肌肉，这个很小，可是当我不松开的时候，我用的是肩胛跟这里的肌肉，整个肌肉群比你用的肌肉群多好几倍，甚至10几倍。那你当然赢不了我啊！类似这个动作，谁有做过？郑曼青有做过。你去看他的影片，其实他有做过这个。OK， 你向前推，他有做过这个撑地，他有做过这个动作。那他也认为这个东西叫不用力。这个是很好玩的事情，你可以去看他的影片，我觉得这很有趣。为什么？他是最讲松柔的，可是他用了一个感觉上很大力量的一个身体的一个动作，可是他觉得这叫不用力。那都好像有3、4个人，3、4个人推着他，然后他可以撑住。那撑住之后，你看我还可以把它顶回去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透过训练我的背肌、我的腰腿的这个串联度很好。那串联度很好，我们可以产生一个像刚性一样、像弹簧一样的东西。那这个力量就可以做到很好的支撑。你撑得住，你就有办法转化，对不对？这个就是太极的一个力学结，其实你原来就会。所以太极拳其实理论上你3分钟你就可以学会那个结构，但是不是什么招式你都用得出来。可是你在这个姿势下你是用得出来的，对不对？一动无有不动，一接就到脚底。你看，撑住有没有？我推你，你感觉是什么？一碰就到脚底，甚至我碰你这里，你也是到脚底，对不对？碰这里也是到脚底。那我们就是要把这个结构让它时时保持住，因为在战斗当中，如果你空掉，就是被打的事情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我空掉，你就进来啦。所以怎么做无缝接轨？那这就是太极想的玩法嘛，我无缝接轨嘛，无缝接轨好了，那今天就先讲到这里了，感谢我们的。谢谢。